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在经历过了比较平顺的一年过后啊，我们属狗的朋友在今年呢开始往上爬了。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视频啊，就一起来了解属狗的朋友在2026丙午年的运势吧。首先啊，我们可以看到属狗的朋友有的吉星呢是所谓的三台。那这个三台啊，它的形象呢非常好理解，它就好像阶级这样子，有3个，那你呢就会慢慢的往上爬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所以呢，它代表啊是属狗的朋友在今年呢，你们的身份地位或者身价呢都会按部就班的得到提升啊。那我为什么会说按部就班呢？因为这个三台啊，它就好像爬阶级这样子，它不是呢突然间就爆升上去，而是呢你慢慢的脚踏实地的往上爬的一种感觉啦。所以呢，在今年啊，如果你的工作是有的升职的话，OK， 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因为有一些人的工作呢是不太可能再升职的话，那这个吉星呢就比较难被你利用到。那如果是有的升级的话，那你在今年啊很有可能呢也会得到升职啦。那至于啊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机会呢？那它跟我们的第2个吉星啊会有一点的关系。就是我们的华盖，属狗的朋友，你个人的一些才华、创意，还有比较特殊的灵感啊，在今年呢都会得到很好的发挥。那别人呢会更加容易留意到啊，原来呢这个人啊是有这样子特殊的能力，你很自然而然的，你就有更多的机会往上走。所以属狗的朋友在今年呢，不要害怕去展现你个人的一些才华啦，因为真正是这样子的一种展现啊，你才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去到更高的地位啦。那最后一个吉星呢，有所谓的地解。那这个地解呢，是帮你化解掉一些危难，让你有一种逢凶化吉之感啦。如果你在往上爬的这个过程里面遇到什么挑战的话，那这个地解呢，也可以给到你很好的去化险为夷的一个助力啦。Hello， 大家好，我们1年1度的启动工作坊又回来啦。那今年呢，会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年啊，因为我们呢是火马年。那在这个火的能量啊非常非常强烈的一年里面呢，到底又会迎来如何的一个运势？那我们在这个工作坊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整年我们的一个运势会是如何？那我们要怎么通过八字、风水还有奇门的方式呢，来最大化我们今年呢可以带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同时呢，我们也要避开我们这一年呢可能会引爆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呢？那记得就要来我的工作坊，我会一一跟大家来分析啦。那我们活动报名的详情呢，可以在我这个荧幕上的这个 QR code 或者呢那个连接都可以直接报名。那时间呢是我们2026年的1月10号还有11号，时间是早上的11点到1点。那非常期待呢可以在这个工作坊见到各位啦。那我们线上见。今年的凶星呢就非常的特别啦，因为呢你们有的凶星都是跟被丁上有关系。那你可以看到有官府、年府、飞府这些。那这个符它就好像呢在你的身上贴上了一张符。那这个符是什么呢？好像一个靶子这样子。
每一个人呢都看到你身上有一个红圈，那每个人呢都要针对你就是了。官府啊，它代表的是你跟政府部门或者国家法律上的问题啊，你会比较容易针对上。所以呢，我会建议啊，在今年呢，你们不要做太多所谓灰色地带或者呢不应该的事情啦。那至于年虎还有飞虎啊，它代表的是在今年呢，很容易啊，就突然间兔来横祸，突然间就会很没由来的就被针对这样子一种情况。所以在这么多这种被针对、被盯上的凶星影响下，我会建议呢，在今年呢，真的要比较谨慎行事一点啦。那最后一个凶星啊，有我们所谓的黄帆。黄帆呢，也是一种犯众怒的情况，其实很容易理解啦。因为呢，你的地位上到越高，你的才华展现越多的时候，别人呢可能会看不顺眼，或者呢，你突然间成为众人的一个焦点，那很多人呢就会开始要去挑你的毛病，要去挑战你。或者呢，要去把你拉下来，那这些凶星啊，都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属狗的朋友啊，在今年呢，你要准备好去迎接更加繁忙的一种节奏啦。因为呢，你有三台跟华盖这两个呢加持下，你很多事情啊都由你去做，或者呢，老板或者同事都会把你视为更有能力、地位更高的一个人啊。那你自己呢，本身啊就要可以很好的去应对这些更多的工作压力啊，还有工作上的一些责任啦。那在应对这些事情的同时啊，你呢也要比较谨慎，不要去做会让别人抓到把柄的事情啦。那尽可能呢，我们奉公守法，遵从公司或者任何行业的一个法规，那你在今年呢就会大大的减低这些被针对的情况。那在适当的时候啊，你呢也要让你的个人才华去展现出来。那很有可能之前啊，你有很多隐藏的一些能力，你都感觉没有机会去表现，你无法用在你的工作或者对外上。那在今年呢，因为有这个华盖的帮助下，其实呢，你的这些才华很有可能都有可以展现的一个场合，让别人知道啊，原来你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的人啊。所以呢，如果真的机会出现的时候，你们呢不要害怕，你要呢更加的自信，更加的勇敢去表现出来。属狗的朋友，在今年呢，我们可以说啊是按部就班，非常安稳，可以很好表现自己才华的时候。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忘了一个度，不要过度的去尝试或者过度的去挑战一些法律上、法规上的一些规定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看到啊，属狗的朋友在今年呢，其实你们跟太岁的一个关系啊，是所谓的半合啦。那这个半合呢，是源自于我们八字理论里面的一个三合。因为三合呢，我们是需要有3个生肖的，但是呢，因为你只是有一个狗，所以呢，我们称为半合。那这个的半合啊，它是一个火的半合。那火呢，代表的是一种合作关系，你们的能见度啊，突然间得到很大的一个提升。那它也代表的是人呢，你跟身边的人啊，是以一种愿景、以热忱来合作的一种关系啦。所以呢，你在今年啊，如果有什么打算，或者要在事业上要扩张，要跟别人配合的话，那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年份啦。
你呢可以找更多跟你志同道合啊，更多的合作厂商啊，你们公司或者个人品牌呢要有更多的一种能见度啊，那这些事情呢在今年啊都会得到大大的辅助了。那所以呢，你要问自己的是你要如何去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啦。你呢可能要问自己啊，我想跟什么人合作呢？我要跟什么厂商合作呢？有哪一些机会是我要积极去争取的呢？这些呢都是你在今年啊要回答的问题啦。我们呢就不要白白浪费掉这样好的一个机会啦。好，那以上呢就是属狗的朋友在今年呢会有的一个总体运势。那接下来呢，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就是呢，你不是只有一个生肖，而是有4个生肖。在我们的八字理论里面呢，其实呢，我们会有年、月、日、时4个部分。那你点击这个视频啊，是因为你是属狗的，对吧？所以呢，在八字里面，我们只看了年的部分，但是呢，我们的月、日、时啊，其实呢都有它们相对应的一个生肖啦。而且这4个部分啊，它对应的是一个人啊不同方面的事物啦。所以如果你要更详细的运程的话，其实呢你要看完4个生肖不同的生肖的运程啦。那你要做到这件事情啊，首先就要先懂自己的八字是怎样啦。网上呢已经有很多免费的排盘工具，你们都可以去利用，然后导出自己的八字命盘啦。那如果你已经知道自己的八字4个生肖是什么的话，我们就一起来了解。首先，年份如果是属狗的话，年份啊代表的是一个人他的社交圈子、他的朋友，还有他所处一个比较大的行业。那这里是属狗的话，第一个我要非常强调，你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去到外边，你做任何事情啊，记得一定要奉公守法。因为我们的年柱啊，是一个人呢最外在的地方，所以呢，有这么多的这些凶星在影响下，其实呢，你很容易啊就被别人看到，或者呢被盯上，你正在违反某一些法律啊、条规啊。那大家在生活上最容易遇到的一些情况呢，就是可能你在驾车啊，我们就尽可能呢不要闯红灯。那无论在什么时候呢，在驾车的时候也不要用手机这样子，因为不然的话呢，你很容易啊就会被别人盯上，被拍照，然后被开罚单。至于要怎样更好的利用那些吉星的话，其实呢，在今年呢，你们要更好的去筛选哪一些的合作机会是对你有帮助，或者呢是值得你们去合作的。因为通常啊，在年柱来说的话，它代表的是接收外在机会的第一个据点。所以呢，如果你有3合在这里，同时呢，我们也有3台，所以呢，它代表的是啊，会有蛮多的机会来到你眼前。但是呢，它可能不是每一个都是好的。你们要做的就只挑选对你们公司或对你个人啊是有帮助、是有长远价值的那一个合作机会，你才接受下来。最后呢，你们也要注意啊，自己呢为什么事情而出名啦？因为呢，这个3合啊是一个火的3合，所以呢，它在个人的知名度、你公司、你个人如何对外表现啊，都很容易呢受到大家的关注啦。那在今年呢，你要做的就是选择让好的事情或者你的才华、你的能力被看到而出名啦。我们不要呢，因为你做了一些犯法的事情，或者呢违规的事情而出名。那如果你的月柱啊是属狗的话，那在今年呢，一样的在公司里面或者在你们的行业里面
记得不要去做犯规的事情啦。什么规律、什么条例，我们都认真的去理解，然后呢，去严格的执行啦。那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就很多麻烦会找上你。那第二点呢，是你要运用更多你个人的一种创意，跳出框架的思维模式在你的工作上。因为我们的月柱呢，讲的都是一个人在工作或者事业上如何受影响啦。那因为有这个华盖的吉星在这里的话，你个人的这种表现，你的一种创意，很容易呢就被你的老板或者被你所处的一个市场所认可，然后被看到，他们呢就会愿意给你更多的机会，尤其是在升职方面啦。好，那如果是日柱是属狗的话，日柱通常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感情生活，还有他跟伴侣的一个关系啦。那在今年呢，我会更加的强调你们要注意自己的一些行为举止啦。因为呢，如果你的行为有一点不太检点的话，或者呢有一些不那么应该做的事情你去做的话，很容易就会被发现、被举报，会被别人看到。尤其是一些比较不道德的举动，我会建议今年呢要更加的留意啦。那你们今年有的这些吉星在感情生活上呢，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帮助的，因为好像三台会更多是偏向于事业方面的一种加持。另外呢，你们也可以让自己去做更多一些艺术的活动或者社区活动，因为呢，你们在今年你们的才华能力呢都很容易被看到啦。有这个华盖呢，因为这个日柱也代表的是一个人本身他的一些特质，他的能力呢会更加容易被看到。好，那如果你的时柱是属狗的话，时柱代表的是一个人他内心最深处的想法，还有代表的是他这个人的下属、孩子，还有他手头上所拥有的资产啦。那首先来看想法的话，你们在今年呢，很有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创意或者另类的一种想法啦。因为这个华盖呢，可以给到你很多的灵感，尤其是在创作。如果你本身呢是从事艺术工作写作、创作、表演这些呢，都会有很好的一个帮助啦。那至于你的下属、你的孩子的话，我会建议呢，你们要减少去挑剔他们的错误，因为呢，你们在这个部分呢，有很多的所谓的辅这些凶星在影响着，对吧？所以呢，很有可能不是你受影响，而是呢，你利用这些凶星在他们身上，你会特别挑剔去针对他们做错的一些事情。那人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呢？很有可能你跟他们的关系呢会变得比较糟糕，会变得非常的不和谐啦。那所以呢，我会觉得真的减少这样子的一种针对性的语言。我们偶尔呢去做反思，做一种检讨，去提升我们的工作，检讨是好的，尤其是在跟你的下属、你的员工，我们定期呢做一些检讨会，我们要如何去改善，这个是好的，因为你就会利用这个凶星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上。但是呢，如果你是不断的无时无刻每一天呢都去挑毛病，都去挑他们做错的东西的话，那我会相信在一年下来呢，应该没有人呢会想要继续跟你工作啦。那你的孩子呢更加是如此我们呢家庭谈的是感情，我们谈的是一种交流，我们不是呢好像工作这样不断的去纠正，不断的去挑毛病。如果你在这里是属狗的话，真的要比较留意自己的一些口吻你真的要比较留意你是怎样跟他们沟通啦。好，
好，那另外呢，我们的资产方面啊，你可以做的就是也要去优化它，你可以去进行一个全面的审视，去看啊有哪一些资产呢是投资错误的，是需要抛售的，我们做一个更好的资产分配。好，那以上的就是属狗的啊，在今年2026丙午年呢有的一个总体运势啦。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点赞、留言，还有分享给你们属狗的家人朋友啦。那在这里呢，我先预祝各位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一切顺顺利利啦。我们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一个视频见，拜拜。